大家好，德國焦點新聞刊登了一篇關於中國取得重大成就的科技新聞，現在與大家分享。加入一點點調料，幾乎不再排放二氧化碳。中國妙招出人意料的使煤炭加工變得清潔。中國的一項新工藝，在煤炭加工過程中將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不足1%，同時提高了重要化工原料的產出。近百年来，化學工業一直沿用同一基本原理，費脫合成，將合成气，也就是一氧化碳與氢氣的混合物，轉化為液態碳氫化合物，用作燃料及重要化工燃料的基礎。中國的溴甲烷妙招，據南華早報報道，該工藝雖被視為可靠，卻浪費大量碳，相當一部分最終以二氧化碳形式進入廢氣。中國實驗室的化學家們現已證明，通過對反應氣體進行微調，幾乎可以完全避免這種損失，無需改造大型裝置，僅需添加微量添加劑即可。發表在《科學》期刊上的一項研究顯示，合成氣中加入極少量的溴甲烷，就能改變反應過程，使碳主要保留在產物中，而非以二氧化碳形式溢出。同時，工業上特別需求的那些物質的產出也得以提高。低碳排放的煤基化學品是如何產生的？這裡涉及的是烯烴，一類不飽和碳氫化合物，用於製造塑料、包裝材料、合成橡膠以及多種藥品。它們通常由合成氣生產，而合成氣則來自煤炭等副碳原料。數十年來，這一過程一直採用鐵基催化劑。北京大學馬丁團隊研究了為何這類催化劑會產生大量二氧化碳，原因在於鐵表面產生的多種副反應，水分子產生分解，氧原子重新與一氧化碳結合，從而生成二氧化碳。這些反應路徑消耗了碳，降低了目標產物的出產。加入一點點調料，研究人員採用了一種出人意料的簡單方法。他們在合成氣中加入極低濃度的溴甲烷，僅為100萬分之20，溴原子會吸附在碳化鐵催化劑的核性位點上，改變其表面結構。測量結果表明，此舉抑制了多個不利的副反應，水的分解變慢，氧原子與一氧化碳重新結合的頻率降低，烯烴進一步加氫的程度也減弱。該研究對此效應總結到，添加微量含鹵素化合物可有效抑制二氧化碳生成，並顯著提高對烯烴的選擇性。此項研究由中國科學院山西煤炭化學研究所化學家溫曉東參與。他指出，只需衡量的溴就足以持久改變反應表面，這就像一點點調料。溫曉東說，它能確保保留想要的味道，又不會燒焦任何東西。德國知識點評，此類配方通過學術論文發表在外國期刊上，是否已經泄露了學術秘密呢？連加溴甲烷的比例都泄露出來了，希望不是我這個外行想多了啊。另外，國內搞學術研究的還以在國外專業期刊上發表論文作為考核指標嗎？這是否有外國的月亮更圓的嫌疑？好，繼續往下，從30%的二氧化碳降至不足1%。效果顯著可測，在傳統工藝中，約30%的碳以二氧化碳形式溢出。加入溴甲烷後，這一比例降至1%以下。同時，目標產物烯烴在所有含碳產物中的占比從原來的約23%提升至約85%，生產效率也得到改善。單微量的合成氣可生成明顯更多的可利用分子。實驗室中，該催化劑穩定運行超過450小時。研究作者稱，這是一種穩健且可直接應用於現有鐵基體系的方法。還有另一條路徑。與此同時，另一項研究提出了不同的思路。高創團隊因乙亞開發了一種帶有氧化物外殼並添加鈉的碳化鐵催化劑，該結構能在反應器內直接耦合多個反應步驟。這種方法同樣顯著減少了二氧化碳和水的生成，同時提高了烯烴和液態碳氢化合物的產出。尤為突出的是其優異的氢原子利用率。
更多氫原子保留在最終產物中，而非流失。兩項研究目標一致，但採用不同的化學機制。需要指出的是，這兩種方法均無法使煤炭實現氣候中和，煤炭的開採、加工以及後續產品的使用仍會產生排放。然而，這些研究揭示了迄今為止僅因低效反應路徑而白白產生的大量二氧化碳。好的，朋友們，咱們看看網民評論。第一條評論：中國人如今在所有領域都已超越我們。看跟帖。但這早已是眾所周知的事了。而德國乃至歐洲在這方面又有什麼改變呢？肯定不會等到柏林給出答案。再往下，在所有領域都已超越我們，這種說法誇張了，但中國的進步速度確實令人印象深刻。德國知識補充：朋友們啊，有時外國人看中國確實容易走極端，比如上個人說啊，在所有領域中國都已超越我們了，這種說法並不準確。中國在某些領域確實啊，比如說在高鐵啊、5G 通信、新能源、電動汽車、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確實取得了顯著成就，甚至處於全球領先地位。但在其他方面，比如高端半導體製造、航空發動機、基礎科學研究、部分精密儀器以及一些工業軟件等等，與最先進水平仍有一定差距。所以啊，中國人還得努力。好，下一則。此類研究成果以前是在德國開發出來的。繼續往下，了不起的成就，值得欽佩。中國人有理由為他們近年來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而我們這代年輕人恐怕難以跟上步伐了。德國當然也還有很多勤奮又聰明的人，但這樣的人正變得越來越少。再往下，中國人清楚地意識到人為造成的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嚴重影響，因此正全力以赴努力實現碳中和。下一則，這之所以有些意義，僅僅在於它使中國對石油的依賴減少。大多數國家以石油為原料進行合成，而石油從一開始並不存在這種二氧化碳問題。繼續往下，中國人確實擅長推動新發展，而我們這邊卻有個完全被意識形態驅動的歐盟坐在布魯塞爾。歐盟唯一擅長的就是怎樣最好的持續監控和管控公民，以及如何每天發明新的稅種，哪怕這些稅收再荒謬不過。唉，但好歹這也算是一種本事吧。再往下，只要把科技和科學當作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問題本身，事情就能這樣順利推進。下一則，如果這篇文章確實發表在科學上，那其中必然有其道理。畢竟，真正做成事的是實幹者，而不是官僚。這讓我想起了戰後時期。繼續往下，化石能源的研究，這在德國可是嚴格禁止的。我們要實現氣候中和呀。中國人顯然對此毫不在意，但那又怎樣？反正我們自己正騎着貨運自行車環保出行，調低暖氣溫度，給房子加裝保溫層，我們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再往下，搞學術研究，我們不是應該乾脆直接禁止二氧化碳嗎？如今在氣候進步這件外衣下，德國這裡不就是這麼教的嗎？下一則，綠黨當然早就把這裡所有的設施都拆光了。繼續往下，為什麼我們沒發明出這個？我總聽人說我們才是最厲害的、最漂亮的、最優秀的，而中國人只會抄襲，而且整個流程看起來也太簡單了，這顯然該被禁止。我們才不會這麼幹呢，我們要做得更複雜、更昂貴才行。德國知識點評，這個人就是在諷刺德國自己啊。看來啊，德國恨國黨也越來越多了。好，再往下。很久以前，工程領域的中國青年才俊紛紛湧向德國，來這裡學習、研究，並創造新事物。而如今，洗洗睡吧，我的孩子。下一則，
中國在嘗試市場經濟，而我們在嘗試綠色計劃經濟，結果令人印象深刻。繼續往下，那還有人奇怪，中國為什麼超越我們嗎？再往下，這樣的成就只有對技術持開放態度的國家才能實現，而我們這裡卻推行着一條條將自己逼入死胡同的禁令。但左翼綠黨從來就只想着靠禁止來解決問題。再往下，聽起來又是一次太過美好而顯得不真實。如果真有這麼簡單，那應該能很快投入實際應用吧。下一則，中國人確實有這個本事，而我們呢，先是把一切不符合當下政治正確途徑的東西統統妖魔化，徹底否定。至於深入扎實的研究嘛，反正預算不夠，沒錢。再往下，誰還沒有去過中國？真該去一趟。現在都免簽了，這可不只是某項技術的問題。只要坐過中國的高鐵，再看看我們德國的高鐵，簡直就像慢車一樣。再看看斯圖加特21世紀工程，真是令人羞愧。而且生活質量確實提高了。就連人口超1000萬的大城市，天空也常常是湛藍的。當然，那裡有密集的攝像頭監控，但我認為，相比我們的所謂自由，很多女性可能更願意選擇那種安全。她們晚上可以獨自安心地走在中國的街頭。看跟帖，您不妨走出中國城市，去看看農村老百姓的生活是怎樣的。到那時，您對那個美好中國的幻想恐怕就該破滅了。德國知識點評，我估計呢，這位跟帖的人應該沒有去過中國，或者他沒有去過中國農村，否則他不會這麼說。下一則，幾乎不再排放二氧化碳，中國妙招出人意料的使煤炭加工變得清潔。然後這位網民說，我還一直以為中國人總是照搬我們的新技術呢，至少這次他們顯然沒有複製我們聯邦德國那套以減排二氧化碳為目標的能源轉型。相反，他們用我們提供的數以百萬計的發展援助，在煤炭加工領域搞出了自己的新技術。這下可看清了我們在現實處境中處於什麼位置，遠遠落在後面，甚至已經跌入了谷底。下一則，衷心祝賀中國人取得了這一科研成果。以前德國也曾搞過研究，如今卻幾乎只剩抱怨了。德國知識點評，我覺得這個人也在抱怨啊，他自己也在抱怨，對不對？繼續往下，為什麼這類突破如今出自中國，而過去100年我們自己始終沒能研發出來？德國已經掉隊了，尤其是因為我們主動放棄了對某些技術的進步研究，只因政策上不再允許。再往下，不妨去谷歌一下中國和德國各自申請了多少專利，就能清楚看到這個工農國家如今到底處在什麼位置了。德國知識說明一下，他這裡的工農國家指的可能是德國，也就是德國現在處境非常的不好。好，下一則，我震驚了，中國居然發明了這種解決方案。德國到底怎麼了？我們那些天才的研究者和發明家都去哪兒了？我們不是曾站在世界之巔嗎？是的，當然，二戰後許多傑出人才移民去了美國等地，但即便如此，難道如今這個國家就沒人在研究這類突破性技術了嗎？我真是無言以對。下一則，這恰恰清楚地表明，只要真心想解決問題，就一定能找到解決辦法。中國如今所做到的，正是德國過去曾以之聞名並受人欽佩的，那就是強大的創新能力。可惜的是，德國已走上一條意識形態驅動的左翼綠色禁令之道，直奔計劃經濟，也直奔深淵。而中國則採取了務實得多的態度，專注於解決問題。再往下，中國人在做科學，而我們在搞意識形態。下一則，在德國，別的議題才優先，比如如何把900億歐元在烏克蘭打水漂，
又比如，如何阻止有勞動能力的人再次去工作？如今，德國早已被中國甩開了光年之遙。咱們看最後一條評論：中國人憑借科學與技術佔據了60年前德國所處的位置，而我們如今上新聞的卻是炸掉冷卻塔，這恰恰記錄了我們在科技領域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把手粘在地上的氣候抗議者，政治上具有破壞性的團體和組織，他們一心只想拆解這個國家。與此同時，我們還在忙着討論可以自由選擇多少種性別。政客們把教師、警察和其他公職人員逼到崩潰邊緣。這就是今天的德國。我們嘴上談着人工智能，真正的技術卻來自國外。領先者是美國和中國，謝了，啥也沒留下。德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狀況相當不滿，上面大家發現了對吧？幾乎都在吐槽，大部分人都甩鍋給德國綠黨。看來綠黨在德國不得人心啊，真像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好的，朋友們，本期節目就到這裡，我們下期見。